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今天经济日历上没有直接影响黄金价格走势的重要事件，所以基本面关注的重点依然是美国的对等关税。今天2025年4月9号是正式实施的第一天，全球金融市场今天的走势呢，最终还是要看美国交易时段华尔街的表现。就我个人看来，避险的情绪呢，应该还是占据市场的主导。但避险能否促使黄金价格走势重新站稳到$3000心理关口上方呢？这还是有待值得观察的。因为前几天就连黄金这种避险的首选资产也遭受到了抛售，投资者现在依然是现金为王的观望态度。就正如昨天的点评所说的，$3000下方黄金的买盘确实是出现了，但买入的量足够了吗？或者换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大机构他们在$3000下方的要积累的仓位完成了吗？这样就需要技术图表来帮助我们解答了。好，我们现在就看一下黄金的日线图。日线图而言，昨天说过的$3000这个大的心理关口是一个多空争夺的要点，因为黄金分割线也告诉我们$3000跟50%的黄金分割线是重合在一起的，这是强有力的支持位。而昨天价格的走势呢，一度是冲破了3000，但是最终收市价又压到了3000以下，所以其实下方买盘确实有出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到昨天的低点其实是并没有碰到前天的低点2960这么低的位置，就证明下方确实有人开始买进黄金了。但是空头做空的卖家消失吗？也没有，因为价格在昨天冲到那么高3023，最终也被空头压了下来，收市依然低过3000，所以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激烈的多空的争夺。现在大家看到这一根上涨的柱子是现在正在进行时的今天的柱子，今天已经涨了 2.13%， 就目前为止在美国开市之前，所以看起来暂时而言多头是占上风的。昨天的点评我也说得非常清楚，黄金长线我依然是看涨的，也说过了，价格只要日线图收市价高过3000可以考虑买入，现在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这是非常好的。如果从日线图来说，长线交易我会稍微等一等，但是从今天4月9号的角度，从日内的交易角度来看，有两个价位我觉得大家是值得重点关注的，就是根据周一这一根上涨的大柱子的高点和低点来看，3055就是这一根柱子上涨的高点，这将是今天的一个大的阻力位，而下方的支持位呢，就是这根柱子的低点2970。所以从一个小时图来看，其实就是形成了一个震荡的区间，现在价格非常靠近整个震荡区间的上边界，上边界如果能够被突破，黄金将有一波大的上涨的开始。相反，如果今天在美国交易时段在3055这个位置连续变成阻力，价格冲破失败，出现更多的拒绝高位的一个小时图的柱子形成，这样黄金很大概率会先回调到哪里呢？当然就是3000这个心理关口。到了3000之后，也要看它是否能站稳，站稳那还是一个继续可以从短线日内从3000指向3055这个将近55块钱的短线日内交易的范围，这是可取的。相反，如果它再次跌破3000，那整个黄金就证明这一波在亚洲时段、欧洲时段向上冲的这一波走势可能是一个假突破，就会很快跌回到2970。我的看法，我还是看多的可能性偏多一点，但是呢，交易的方式日内我会等它先破到3055，再测试站稳，再考虑做多，或者先回到3000站稳，我再考虑做多。从长线的日线图，就等今天收市价确定真的高过3000，我再考虑去做多。所以黄金的走势的话呢，我个人依然是维持看多乐观上涨的一个态势，因为从
世界黄金协会的报告从年初开始对于黄金未来这一年基本面的表现会怎么样，也给出了非常权威的报告了。所以大家想了解一下世界黄金协会是怎么看2025年黄金的走势的话，屏幕右方的这个视频值得你去参考一下。我们下期再见。